Hello， 欢迎光临青岛啤酒的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开心局，我是尤明，青岛啤酒品牌代言人肖战登场，欢迎战战。Hello， 嗨，好久不见了，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青岛啤酒品牌代言人肖战。欢迎战战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今天是这个老友开心局。说到老友，你觉得它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什么？代表陪伴吧，陪伴。而且我知道今年是青岛啤酒陪伴大家的第123年。在这123年呢，不管是朋友、家人一起欢聚时刻，还是自己一个人的悠闲小酌，其实青岛啤酒都一直在陪伴着大家，所以真的算是老朋友了。是的。那战战，你知不知道，其实青岛啤酒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老朋友，那就是你本人。是的，今年也是战战作为青岛啤酒品牌代言人的第5个年头，所以不管是对于屏幕前的各位朋友，还是对于青岛啤酒而言，战战也是一位不可或缺的老朋友。那同时呢，与你共赴的每一天，对于大家来说也都是弥足珍贵的每一天。谢谢。是的，那还是要用这个朋友之间非常经典的开场白来问一下战战，怎么又变帅了？最近可能又融入了一个新的角色吧。对。所以在拍戏，然后准备新的作品，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对，也来到了青岛啤酒老家，感觉也开启了很多不一样的新体验。是的，而且呢，我们发现随处走2步就能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青岛啤酒，然后再走2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同时也是老帅了的朋友战战在我们的现场。而且最近我在剧组呢，也经常见到青岛啤酒，也非常的惊喜。所以这次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亮相，对不对？算是吧。那我们期待一下。其实这些年大家也都看到了哈，战战一直用新的作品在挑战自己，完成了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角色，是不是每一次的这个体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多多少少，其实每一次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而且也是一次全方位的提升，就感觉像是给自己在完成一个升级的一个新生的感觉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了这个开心局，其实最近的青岛啤酒呢，也有一位朋友刚刚完成了一次这个越级的新生，对不对？我当然知道了，而且我有了解，就是青岛啤酒的1903。对，没错，就是1903。那1903作为我们青岛啤酒的一款经典之作，一直以来呢都是深受信赖的国民经典之选。那这次1903的越级新生不仅是简单的做新，而是用技术和风味上的升级来守护经典的表达，用更高的品质进一步去回应大家的需求。所以就是让经典更加纯粹，更加有品质，也更加的年轻。是的，没有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共同的感受一下这位老朋友都做了哪些越级新生。等等，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互动道具，非常大型的互动道具。那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们一款好的产品，不光是要在细节跟风味上达到完美主义的配比，那在视觉呈现上呢，也要让大家一眼看上去就能感觉到舒适，还有协调，而且还要越看越耐看，历久仍是百看不腻的经典。没错。其实产品的视觉美学呢，也是在产品设计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审美很关键。是，说到审美，大家都知道战战的美商特别的高，审美是24小时在线，可以给到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战战来完成黄金第1眼挑战。那要在这些我们青岛啤酒的标志后面呢，其实隐藏了3个关于视觉比例的挑战。战战需要在我取下这个挡板的3秒钟之内，迅速的来找出看上去更加舒适、视觉上更加协调的那个答案。3秒钟之内。3秒钟之内。那所以其实就是第一眼最直观的舒适感很重要。对，第一眼的直觉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要考验一下你这个下意识的反应了。我们一起来看第1个，战战，1、2、3 ，A。好，战战非常快的给出了答案 A。为什么选择了 A？ 大家因为觉得这个 A 画面里面的酒瓶跟酒杯的比例让我觉得比较舒服，更协调一些。第一眼战战就选择了 A， 会看起来更协调。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感觉到 A 看起来视觉上更加的协调，更加的舒服。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道题，好不好？紧接着3秒钟，请准备。战将，3、2、1，请作答。迅速的
给出了 A 的答案。还是 A， 还是 A， 对，这个我觉得很明显。其实我觉得适当的留白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适当的留白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而且看久了也不会觉得有视觉疲劳，对，所以我们在这个 A 的这幅画当中看的是比较舒服的、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状态，没错。所以也想问一问，就是我们看到这2幅画，其实都像在这个家里的场景，所以你在居家环境当中，你是不是也更倾向于把家布置得更加的简约，更加的这个开阔？没错。我是自己比较倾向于简单简洁的设计，其实更加的耐看，而且简约干净的风格上呢，看上去会更加的开阔，更加的轻松。喜欢简约风多一些，没错，看起来更舒服。那适当的留白其实确实可以让大家感觉更加的开阔，更加的轻松哈。所以果然站长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到了那种非常有留白的、有禅意的意境当中。那么接下来第3个，我们一起看看还有什么体验，请准备，3、2、1，3、2、1，请作答。好，这个画面看起来我觉得更加的协调一些，对，而且比例看起来更加的和谐，B 的这边看起来让视觉上更加的舒服哈。站站的每一个选择，我相信大家反复观看之后会得出跟站站一样的感受。那为什么不同的比例可以带来这个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呢？我们也为大家来揭秘一下，好不好？答案就在背面，就跟我们做功课一样，答案在背面，跟大家揭晓一下。是的，我们是按照了这个黄金比例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分析，大家可以看一眼。这个就叫做黄金比例。那其实之前我们也听人说过哈，美学的尽头是数学，而黄金比例呢，就是指画面比例的比值无限的接近于0.618，那也被广泛的应用于自然和一些大家非常熟知的艺术作品当中，能够体现出和谐和平衡的美感。没错，而且黄金比例呢，其实也是在美学中非常经典的一种设计。整体达到了一种很精准的平衡感。是把对平衡的把控发挥到了极致。对，而且黄金比例也被应用到了我们这次1903的焕新当中，不知道站长有没有了解过？当然有了解过了，我不仅了解过，我还知道它在哪儿。哎呦，有备而来，找到了我们的隐藏。对，而且我还知道这一次1903呢，在视觉上做了很大的改进。大家可以看到瓶颈的部分呢，这个 logo 的标识呢，把这种波浪形的浪花和酒花结合在了一起，显得更加的活泼，更年轻了。而且瓶标上面这个1903的元素呢，也被放大了。所以现在看上去更加的有辨识度，也更加的有高级感。没错，那以后喜欢1903的朋友们呢，就能够在众多的酒瓶当中一眼就看到它。那站长，你有没有发现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同？让我来看一看。再观察一下。其实它的瓶身应该也是进行了全面升级。是的，而且就是运用到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黄金比例的瓶身，让它整体看上去更加的兼具美感。是的。这次1903的美学升级，其实也是把对这件经典单品的绝对把握发挥到了极致，创造出了属于1903的独特腰间笔，极致的饱满温润，让整体视觉更简洁，更具经典的质感。没错，是流行，也是当仁不让的经典。那其实不光是在美学上达到了这个极致的黄金比例，1903呢还在酿造的工艺上达到了黄金的平衡，超长低温发酵以及这个酿造的精准调控，实现了纯脂平衡，更加的好喝。对，所以这个黄金比例呢，不单单是美学上的平衡，同样还是口感上的平衡。所有的平衡都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要再次的谢谢站长为我们解读了这些关于1903的越级新面貌，让我们看到了这位老朋友的焕然新生。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哈，它的越级其实不仅仅是体现在了视觉的这个美学上，在口感和这个风味上面，1903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升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站长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没问题。那我们就要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换一下道具，我们要继续的跟站长一起来品味经典。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站长跟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中式拉格的魅力。那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拥有100年匠心的中国啤酒品牌，青岛啤酒一直在以更符合中国人味蕾的喜好中式拉格作为基础，而且青岛啤酒作为中式拉格的典型代表，具有世界级的品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没错，大家喜欢它呢，其实也是因为它更符合大家的口味。中式拉格的口感更平衡，搭配中餐的话，
特别适合。哎，所以真的是非常适合中国人体质的啤酒品类，更适口性呢也更加的高。那战战的挑战马上就开始了，和中式拉格有关，要请战战来完成中式拉格风味鉴赏。那在这里呢，我们准备了1903酒液闻香瓶。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战战来感受一下1903的香气，要在我们板上的这些关键词当中，在闻完之后选出最能代表1903的关键词。最能代表，对吧？对，你闻一下，闻完之后好，可以来选择。很香，非常香。我说实话，真的很香哦，是那种很纯粹的那种麦香。而且再闻一下，而且闻起来不会有我之前闻到过其他的那种苦味，不会特别的明显。很香，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感。哎，其实已经说出了一些关键词了。我一个一个来吧，我觉得应该麦香浓郁是肯定会有的。对，刚才哪个高就说这个味道，这个是完全是第一感觉。然后非常浓郁。哦，刚刚我还说到了一个平衡，对不对？平衡感。所以呢，肯定是有唇齿平衡。好的。而且它闻起来不仅是麦香特别的浓郁，你仔细的去感受的话，还有淡淡的那种花香味。所以呢，肯定是有花香细腻。哎，淡淡的花香味，花香细腻的熏香。再闻一下啊，再闻一下啊。再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惊喜在等待着大家。我刚刚最后也说到了嘛，它的那种苦味没有特别明显，平衡做得很好，所以它是风味协调，它的 balance 很好，对，所以 balance 做得非常的好。我要说，战战的这个嗅觉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准确。我们选出来的这4个呢，都非常准确的表达了我们1903带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而且战战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浓郁麦香，其实也是这次1903越级兴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采用了100%的全麦酿造，带来更加纯净、更加浓郁的经典的麦芽香，能让每一滴酒液都更加的浓醇。而且在花香上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升级。这个精选了是欧洲特色的花香型酒花，拥有了茉莉花和玫瑰花的复合香气，带来更加多元的口感啊。所以既有那种很纯粹的麦香，又能感受到茉莉和玫瑰的那种香气。感觉一口喝下去的话，就是那种很复合的口感。是的，没有错。这个3重的复合风味呢，在这一口当中层层的绽放，口口留香。而且就像战战刚才感受到的啊，它这个苦味其实很淡很低，对，很淡。是它的入口呢会非常的顺滑，但却不会显得寡淡，风味是非常的协调，适口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就算是第一次喝呢，也不会踩雷。是比较适合所有人，大家都可以饮用的口味。所以没错，它这个复饮率是极高的，可以说是覆盖了全民。好的，这个我可以帮你收起来了。那不管是跟朋友在一起这个烧烤大排档来放肆的爽吃，还是自己一个人特别惬意的小酌，都可以带来很干净、很柔和的一个回味。而且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大家有时候去郊外露营啊，或者是在家里看球赛的时候，或者是搭配宵夜，各种各样的美食美景，既解腻又畅快。哎，是的。那战战这一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有这个画面感了哈，夏天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悠闲跟享受的时光。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要提醒我们的未成年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等到合适的年龄再来好好的享受哦。没错，非常非常的重要，请大家一定要切记，安全是最重要的。对，大家都要听战战的话。通过和战战的共同探索，我们也确实看出，青岛啤酒确实一直在以消费者的喜好为核心去进行产品的创新和升级，用更符合现代消费者味蕾喜好的啤酒风味和更符合当代审美的包装设计语言，去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喜好。没错，感觉它不光是在传承，其实也是在初心，让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款啤酒。而且我们说到青岛啤酒的初心，其实不光包括像1903这样经典的创新，同时还包括了品类的创新，给大家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朋友。那战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清吧看一看，我们看一看青岛啤酒还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大家。没问题，出发。这边请。哇哦，
等等，这个就是我们老友开心局的第2站，是跟刚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哈。没错，而且这里还有青岛啤酒的新朋友，青柑系列，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蓝色呢非常的独特啊，就像在大夏天看到，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轻盈。是的。这是青岛青柑非常独有的色彩语言，很特别的迪恩斯蓝，是一种非常清澈，然后又有自由感的一种蓝色，它就像碧波一样的灵动，让大家一眼看过去就感觉到放松愉悦。而且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清吧呢，也是被这一抹沁人心脾的蓝色包围，蓝天白云，非常的轻盈舒爽。没错，就像是青柑一样，轻盈清爽。就像大家看到战战一样，非常的清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战战一起来清干一杯，继续去探索这抹迪恩斯蓝延伸出的别样的风味。来，接下来我们人手一瓶，这个给好，这是我的。是的，这是我的迪恩斯蓝，好漂亮，哎，非常的好看。是怎么样？屏幕前的大家有没有喝过我们的青岛青柑呢？现在就跟我们一起零糖青柑，快乐不减分。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哎，想问一下，战战最近在拍摄的这个间隙，应该还有继续在坚持运动？当然，其实会只要有一切的空闲时间，然后就会小小的锻炼一下，就等于说把坚持运动变成一种习惯吧，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的每天的负担可以更小一些，更健康一些。你看，优秀的人就是这么自律。而且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哈，大家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光是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然后健康的作息的时间，没错，就连喝酒这一件小事儿，大家都在追求养生轻负担的健康饮酒了。没错，需要入口的酒品呢，质量更高，最好也不要给我们的身体增加多余的负担。是，所以青岛啤酒青柑家族应运而生，它是一款面向大众的零糖啤酒平时不光可以用它来佐餐解腻，哪怕是正在自律期的朋友也可以喝它，毫无压力。那如果是夏天出汗之后呢，喝一杯既清爽又轻负担的啤酒呢，感觉确实也非常的惬意啊。是的，而且我们日常把这个自律当做习惯的轻盈家们，其实也会比较多的来注重我们入口饮食的这个热量。那它既然是轻负担，那当然我们不能给大家带来这个热量的焦虑。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测试来看一看它的热量能不能做到轻负担。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个热量天平，来，我们来看看。那旁边呢，分别是不同的这个食物的拼图的板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天平的这边放上不同的食物的砝码，然后要请战战在它的这边放上这个不同数量的青柑，我们来看一看怎样才能把这个热量配平，好不好？第一个，我们先来选这个大家生活当中最常见到的大汉堡。哎，昨天我也刚吃。是吗？对，所以想问一下战战，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汉堡的热量大概有多少？说实话，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简单，这个食物，它的热量应该不简单，这是热量炸弹的。所以我先把它放上来，大家看一下。哦哟，热量有这么多啊！接下来我们要请战战在我们的这个天平上面来配一下这个热量的平衡。我觉得2个天平座加上1个天平来配一下平衡。配我们的青柑1瓶应该打不过它，3瓶吧。3瓶，我们看一下，基本上它没有动。整个天平都是在汉堡这边的，所以我们的3瓶青柑的热量是要远远低于1个汉堡的。我这个就2个选择了，一个1瓶，一个5瓶。那我们就难道是5瓶？我们上5瓶试试，看一下5瓶的青柑，直接放上来，平了。其实我们的天平还是在偏向汉堡这边多一点点。哦，还真是。所以我们看来5瓶青柑的这个热量呢，是比这样的一个汉堡还要低的。这样的话，大家平时小酌一杯的话，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压力的。是。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们的热量到底有多少，我们一起揭晓一下，好不好？好。来，我拿着汉堡，你拿着。我这后面也有。对。好，我们3、2、1一起揭晓。3、2、1。725。约等于778。778千卡。
天哪！所以我们200克的汉堡的热量是778千卡左右，而5瓶清肝的热量比汉堡还要低，是725千卡，太厉害了。我这还有1瓶清肝的热量是145，所以1瓶清肝的热量只有145千卡。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试一试，这次呢，我们把这个感觉比较热量炸弹的，换一个大家印象当中比较健康的食物，看一看。我们自律期经常会吃的苹果，看一看苹果的热量有多少。苹果的苦我是吃过的，我天天吃这个苦。来，我把苹果放上天平，来有请这位天天做的朋友。一瓶怎么都？哎，我们的这个热量跟差不多，对，其实是差不多的。而且呢，我们看起来好像这1瓶清肝的热量似乎还要再更低一点点。那我们接下来就跟战战一起来揭晓他们俩的热量，好不好？看一下145。对，刚才说的是145，苹果300克是约等于156千卡，所以其实我们苹果的热量大概100克的苹果是52千卡左右，而且我们青岛啤酒的清肝家族每100毫升的酒液仅有29千卡，热量甚至比苹果还要低，所以它做到了真正的轻松以及轻盈。是，而且现在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了，所以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呢都要减轻负担。哎，没有错。那所以我们要把这款来自青岛啤酒的清肝推荐给各位追求健康和品质的轻盈家们。那么大家平时不光可以喝一杯清爽轻负担的这个清肝，其实还可以用一道开胃爽口的健康餐来让自己的炎炎夏日清爽加倍。那站长我们也都知道，平时健身多，然后健康餐应该也没少吃，所以想问一下，像夏天到了，然后又自律期的朋友们，你大概会吃一些什么东西？夏天我觉得到了夏天嘛，大家都会怕热，然后怕油腻，都会想吃一些清爽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也一样。天气一热呢，还是想多吃一些蔬菜呀、水果啊之类的，更加的爽口、干净一些。哎，所以平时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补充身体需要的这个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这其实也是在炎炎夏日补充能量，让身体更加的健康，然后轻负担。那今天呢，我们要请站站在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复刻一款荤素搭配，然后营养满满的健康餐，为大家的夏季饮食来增加多一个选择。好，没问题，来，我来试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请站站一起移步到我们的制作区，为大家来制作一款适合在夏天吃的健康餐。来，这边有请。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准备了一些食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站站来根据这些食材来制作一份这个适合在夏天吃的清爽的健康餐，好不好？哎呀，我天哪，这看着也太清淡了一点非常适合这些自律的朋友们来学习一下。其实做法其实很简单了，我是觉得，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蔬菜呀，可以补充一些膳食纤维，然后夏天呢也可以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对吧？然后那边我看到还有鸡肉，对，其实肉呢也是给大家补充一些能量，然后还有一些小装饰物，话不多说，那我先来做一做。好，请肖大厨为大家来制作一款适合在炎炎夏日来品尝的好吃的荤素搭配健康餐。哎呀，真是。来，先来点藜麦，打个底吧，打个底。我觉得这个好玩的点吧，就是在于怎么把它做的好玩，对吧？是，虽然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这些食物有一些寡淡，对，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减脂的人、减重的人，还有这些自律期的人来说，这个吃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个事情，对，比较难坚持跟跨越的一个坎。所以每天其实可以变着花给自己整点不一样的。虽然它有点苦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取悦自己，自己加点甜吧。对。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看的摆盘，是来增加一些仪式感，可以这么说。好，这个基底打好了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来一点装饰。比如说，如果大家
水果呢，可以来一点，这是芒果，是芒果丁，这个是非常夏天的水果了，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 juicy， 有很多的果汁，然后很解暑。大家可以猜一下，战战现在打底的这个图案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哎呀，你跑底儿了你！大家猜。好，有了这个芒果做了点缀，接下来是这个小番茄。这个是不是你平时会吃的多一些？番茄吗？小番茄，番茄对，还行，比较爽口。比较爽口。对，而且就是对于身材控制，这个小番茄是有点味道的，不会那么枯燥。其实比较开胃嘛。接下来是芝麻叶。芝麻叶是好东西啊，我喜欢吃这个。你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吃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营养维生素，同时它有点苦，对不对？一点点苦，但是如果加一点点橄榄油，其实会还挺香的。就是大家会有这个不同的吃法，加点橄榄油的。哇，接下来是萝卜片。哟，这个手法非常的高级了，很像我们米其林的厨师。这个点缀的手法。好，黄瓜，你 OK 吗？黄瓜比较爽口啊。解腻、解暑都比较好。对，有很多这个减重的人就会直接啃个黄瓜，对不对？是很常用。然后鸡胸肉加一点点吧，还是要补充一下能量的。鸡胸肉要怎么好吃啊？它那么干，有没有什么让它变好吃的方法？没有，无奈的摇头。鸡胸肉就是硬吃就对了，就生吞，硬吃，这没有办法。然后最后再来点羊齿叶，哎，做到一个对称，是的，很好的点缀。然后来吧，小发发，这个可食用的小发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可以了吗？给大家可以了。哇，展示一下战战的这个非常好看的夏日清爽减脂餐。哇！大家猜到这个图案是什么了吗？大家猜到了吗？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眼熟？请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有没有非常的眼熟呢？非常的眼熟，就是我们青岛啤酒，logo 零清肝，清肝的这个，对我们青岛啤酒清肝的这个零糖的标志，哇，太用心了，谢谢战战，哇，不得不说战战的这个审美超绝，简简单单的这个减脂餐呢，可以做出这个全新的花样，而且不光看上去颜值超高，而且营养非常均衡，而且战战，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旁边放上这个清肝，跟它来搭配一下，然后黄金比例来还原一下。清肝把它放在非常好看的健康减脂餐的旁边，哇，掌声鼓励，绝配！黄金比例的配比非常的好看，好，这样摆在一起呢，真的非常有夏天的清爽的感觉，而且是一样的这个健康，然后轻负担，一眼看上去呢，就是炎炎夏日当中的一抹轻盈跟惬意，而且这样的一组轻负担的组合呢，也可以传递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不对？没错，清肝的这种很特别的蓝色呢，再搭配上蔬菜和水果，夏天看到就能感觉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轻盈。哇，要不要尝一口？可以啊。这种活儿不一般都交给你吗？行，我要来稍微破坏一下你的这个非常好看的构图了。我挖哪一块能够都行。那我来尝一下这个，要不那个小番茄吧？小番茄好，小番茄也比较好。我这个荤素搭配，番茄加上鸡胸肉，是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这样吃的话，其实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完全不会，非常的好吃。哇，真的是做到了真正的零糖轻负担，哇，真的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鸡胸肉其实跟它们搭在一起，因为小番茄是有味道的，所以它开胃所以就会让鸡胸肉变得稍微好吃一点点。
所以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好。这是真正的零糖轻负担，而且虽然是零糖呢，但是青柑可以做到减的是糖和热量，但不减的是品质和口感。它甄选优质进口的酒花，能够释放出独特的清新果香，让这一款酒当中呢保有高辨识度的香气愉悦感，而且和蔬菜水果一起来饮用的话呢，口感会加倍。而且有这种高级的酒花风味呢，听起来口感更丰富了。所以不管是平时的社交娱乐、休闲小聚，还是自律期的这个惬意犒赏，都可以通过一瓶更轻盈爽快的青柑来开启健康自在的生活方式。真的很符合大家现在的追求啊，让生活更加的松弛，更加的惬意。是的。那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站长继续的移步到前面来聊。好的，那其实通过今天的开心局，也让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这次青岛啤酒系统换新，既是对百年品牌资产的致敬，同时也是对我们新时代消费需求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经典的品牌是怎样持续的焕发生机和活力的。那同时呢，我们要感谢站长跟青岛啤酒一起见证了这些新经典的诞生。那我听说今天站长还特别为青岛啤酒准备了一份礼物，对不对？没错，这都被你知道了。哎，我已经看到了。看看啊，在这儿来看一下站长为青岛啤酒准备了什么礼物。我准备了一个跟咱们啤酒息息相关的一个酒瓶的一个起子。期待呢和青岛啤酒一起开启未来更多的新惊喜。非常用心哈，我们的酒瓶起子跟啤酒简直是完美的搭子，绝配。而且这样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呢，其实也是青岛啤酒和站长长久合作的一份友谊的见证。那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一份友谊存放在青岛啤酒博物馆当中，让它延续下去。非常荣幸了。其实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能和青岛啤酒一起成长。那接下来就请站长把这份珍贵的礼物交到我的手里，我得先保管一下。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来，我要把青岛啤酒给到站长。OK。肥羊，今天我们在这个活动的最后，想问一下站长有什么样的这个祝福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有一句老话叫“都在酒里”，可以包括一切美好的祝愿与期待。那今天我也借这一句话来祝愿大家，把所有的祝福都融在酒里，希望大家都能开启生活的新惊喜。谢谢，我们要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同时也要感谢青岛啤酒用100年经典书写传奇。就像站长说的，美好的祝福和心意都在酒里，那就等待着大家开启青岛啤酒在酒香中一一应景。那再次的感谢各位珍贵的老朋友来到老友开心局，那等待下一个欢聚的时刻再跟大家再见，好不好？再见，再见，拜拜。